MACD 如何买卖交易？如果你只会金叉买入、死叉卖出，金叉买入、死叉卖出，那很多时候你的交易并不太理想。我们应该如何优化你的金叉买入交易系统？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今天是我们关于 MACD 的第4讲系列精讲视频。我们今天会来到 MACD 的买入经典口诀教学，以及 MACD 的底部防转技巧。学会今天的一个内容，你会知道怎么用 MACD 金叉买入，并且买入就是底部防转结构。如果是第一次收听本系列视频，你可以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以后可以时常来进行观看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有关于 MACD 的4句经典买入口诀的学习。以下4句呢是关于金叉买入时的注意事项。这4句口诀是经过了数百上千个案例后的统计，由数据回测所得到的结论。我们来看一下，零轴线以下 MACD 的第一个金叉初期要谨慎买入，甚至是不要买入。第二句，零轴线以下的第二个金叉初期可以选择买入，零轴线以上第一个金叉初期可以选择买入，而零轴线以上的第二个金叉初期的时候要谨慎买入，要小心追高的风险。好，以上的4句就是金叉买入口诀的优化方式。不是所有的金叉都能够随便买入，它有很多特定的技巧。如果你是从本视频第1期到目前为止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那么你对于这4句话的理解应该大不相同。我们简单做一个描述和解析。零轴线和金叉，这是我们这4句话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就要把零轴线和金叉这2个含义的底层逻辑做一个再次的解析。零轴线就是 MACD 界定趋势好与坏的分界线。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 MACD 的水上和水下金叉，这就是零轴线上方和下方。好，为什么要去强调 MACD 的双线是在上方金叉还是下方金叉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零轴线的作用和它代表的含义。我们经常会把零轴线以上界定为趋势向好，而零轴线以下界定为趋势是走坏。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去说呢？我们理解一下 MACD 它所研究的是什么。其实 MACD 研究的也是均线，只是它研究的均线是 EMA 均线，并且是2条我们 EMA 的12和26两个参数的均线。好，这2根均线如果出现金叉，如果出现死叉，在 MACD 当中的体现就和零轴有关。我们看到图中 MACD 的这根黄色线，它也是呢快速线。当快速线自上而下下穿零轴时，这一刻开始代表 MACD 所研究的 EMA 12和26两根均线发生了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叫死叉现象，也就是说是26 EMA 下穿了12 EMA 发生了死叉。而反之，如果这根快速线是上穿了零轴，那么就代表本次的2根均线发生的是金叉行为。那么理解了快速线上穿下穿零轴所表现的底层含义，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零轴之上为好，零轴之下为趋势走坏。这其实就是 EMA 它的金叉和死叉的表现形式。只是呢 MACD 它换了一种表现的外表给你，但是底层的逻辑和含义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 EMA 2根我们所说的中期均线它的一个趋势走好和走坏的现象。好，那么零轴以下我们认为趋势目前中期来说是不太好的，走坏的。那零轴以上的行情就是代表呢本次的趋势目前来说相对较好。所以你会发现零轴以下的第一个买点很多时候会出现是什么？反弹，所以呢要谨慎的买入。而零轴以上的第一个买点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是顺势的趋势交易，所以可以去买入。这是这2句话的含义。那么理解了零轴之后啊，我们再理解一下什么叫金叉。金叉其实也跟均线有关，它就是均线在某一个趋势上的行进过程它的表现。
比如说，当市场当中出现了上穿，快出现上穿零轴，代表两根均线是金叉了。那如果在两根均线金叉之后，这两根均线在金叉的过程当中越走越远，那么它之间的距离，它们的距离只要越走越远，必然会导致我们 MACD 两根快慢线的金叉。这个快慢线在0轴以上的金叉，则代表本次的趋势由中期向好可能会走出中长期向好，它是一个趋势推进过程当中必定会发生的一个过程。在通俗易懂来说， MACD 的金叉其实就是这两根均线在走好的时候，只要价格持续上涨，两根均线出现的是距离之间不断的放大，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快线和慢线就会金叉。那么这是水上的金叉，那么水下的金叉是怎么理解呢？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内容呢，是关于水上的金叉。那水下金叉代表什么呢？水下金叉代表两根均线是处于死叉的一个过程，而水下的金叉不代表两根均线又金叉了，而是这两根均线在死叉过程当中突然短期出现了一个反弹，导致这两根均线之间的距离出现了靠近。那么当均线靠近的程度短期出现异动的时候，那么就容易出现的是我们0轴以下的第一个金叉，我们容易呢界定为反弹。好，那么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简单讲一讲，可能讲的会比较模糊，甚至呢会比较粗略一点。大家如果呢有兴趣，可以把 MACD 系列精讲的前3讲可以挑出来反复的去观看，里面有讲到关于0轴线以上以下以及金叉死叉的理解。而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是底部的反转结构，如何用 MACD 去抄底。那么肯定所谓的底，它往往出现的行情就是在趋势走坏的情况下所发生的。趋势走好时是没有底的，它只有回调。那趋势走坏的时候呢，才会出现底部反转的形态。那么我们今天研究的也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0轴以下的金叉怎么去买入那么有朋友听到这可能会觉得很简单阿哲你都把口诀放出来了，以后我的交易就按照口诀来，0轴以下第一个金叉我就不看了，0轴以下第二个金叉我就买入。如果你这么想就太简单了，市场当中从来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越简单有时候它的漏洞就会越大。看着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就揭开它的第一个漏洞，来看一下这一个实际的案例。好，我们说市场当中出现0轴以下第一个金叉不要买，第二个金叉可以买。我就假设这一个位置是不是0轴我们说水下的第一个金叉。好，第一个金叉出现的位置，你会发现是不是其实呢第一个金叉它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绿色柱冒出来，也就是这个能量柱第一根绿柱，它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双线金叉了。好，金叉的位置很明显你会发现是什么？是一个反弹的高点。所以说水下第一个金叉它容易是反弹。我们发现水下第二个金叉它这里开始就走出了一个趋势向好的动作，是不是空间更大，并且更加容易买到低点，它更容易是反转。这是我们所说的理想状态。第一个金叉呢它容易是反弹，第二个金叉呢是2次回踩后的买点。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它就是第一次，它就是第二次？为什么前面这一个也是金叉了，为什么它不能是第一次，它不能是第二次？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单纯看口诀有一些漏洞存在。越简单的口诀，越简单的技术，它往往越存在一些你没有发现的漏洞。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它是买点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它这里就能够成为买点？前期这里它也有金叉，如果按照口诀来说，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二次就买到了什么反弹的高点，第3次才是买点。我们怎么去界定所谓的第二次它是一个 MACD 的买入信号？这里面我们需要2个点来界定本次的反转有效，这2个点构成之后才能够说明它是有效的2次水下金叉。好，第一个点大家看到上方第一句话叫做它首先要形成价格的衰竭行为，
不是说所有的水下的二次金叉都是买点，不是说所有的第一次金叉都不能买，第二次金叉才能买，这些都太过于简单和片面。什么叫价格形态的衰竭行为？这里有2种体现啊，我们尽可能说全面。使用当中呢，你不用面面俱到，但是它至少要有其中的一点存在。好，第一个，所谓的价格衰竭，这里呢，我们简单来讲一讲一个价格的下跌和上涨，它的趋势一般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趋势出现下跌的形成，也就是说一轮下跌，叫趋势的下跌形成。好，第二轮也是第二波的下跌，我们一般称它为趋势的延续和发酵啊。第3轮的下跌，我们称它为趋势的下跌衰竭。也就是说，一波下跌和一波上涨，它往往会有什么呢？第一叫做趋势的发生啊，第二叫趋势的延续，第三叫趋势的衰竭。那么往往我们去找一波上涨的高点和下跌的低点，它最好是经历了一波3折后再创新高，或者说一波3折之后再创新低，我们认为它更容易出现上涨衰竭和下跌衰竭。这是关于股价结构上的一个表述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市场当中这里是一波下跌，好，反弹之后又是一轮下跌，再次反弹，再次下跌。它的特点就在于第2轮反弹，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是不是大家经常听过的主升浪行情？好，这个主升浪呢，意味着是什么呢？它的下跌幅度一般应该是这3波里面最大的。第3波的下跌，它的下跌幅度呢，应该比第2波要短啊，并且第3波最好是能够创新低的。也就是说，在1、2、3当中，第2波下跌是最长的、最久的。而体现在 MACD 的表现当中，就是它的一个红色柱，也就是说下跌的动能，第1波的面积和第2波的面积以及第3波的面积，你要观察了，它是不是由一个小变大再变小？也就是说，下跌的动能从发生到延续放大，再到最后的衰竭，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再创新低的衰竭动作，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股价结构。如果你找到这种结构，再去运用 MACD 的买点底部反转结构，那么效果会更佳。这是第一个，怎么看价格衰竭？当然了，你也可以简单一点去理解。刚才我们所讲的价格衰竭是比较严格的条件，它也有宽松一点的。宽松一点的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一波3折，价格的下跌之后再创新低，也是勉强可以。比如说这一波下跌，再反弹再下跌，它是不是构成了市场当中的创新低？而很明显，我们发现 MACD 的双线是在抬高的，这就是 MACD 指标当中的背离现象。而我们发现的是，下跌的动能是不是由一个大面积的下跌动能变成了小面积的下跌动能，叫做动能在衰竭，这是一波3折的下跌结构。这个结构的有效性比起我们大结构来说呢，相对差一些，但是它出现的概率和频率会更高，并且准确性也不低。这其实就是背离和背驰之间的结合。好，那么我们理解了第一个叫做价格出现衰竭，一个是下跌的一个阶段和它的一个长度，第二个呢是下跌时的 MACD 动能的表现，最好是从小到大再变小的一个发酵到衰竭的过程。好，这时候呢我们再去确定第2点，叫做价格明确出现转势结构。没有人能够提前知道股价跌到哪里会见底，所以呢我们往往在做抄底的时候，一般建议大家以右侧的思维去等待市场的机会。那么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转势的行为？它需要的是价格、量能、指标之间的配合的共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趋势线下降的趋势线。一般呢我们以5日的分型，2个5日分型的高点作为趋势线的取点。好，取点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根下降的趋势线，它是不是在这一天被有效的收盘价突破、收阳突破？那么这一天突破，它所代表的成交量，所代表的 MACD， 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呢？首先 MACD 发生了金叉，刚好在这一天金叉。
而后下方的成交量是处于放量的，这个放量最好有30%以上的放量，最好是倍量。好，我们看到这里呢，大体是30%的一个放量。好，那放量并且金叉，而后价格收阳，突破了下降趋势线，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价格转势行为。先出现价格下跌的衰竭行为，再出现价格的转势行为，那么这个位置的买点才是 MACD 的真正黄金交叉买点，而前期的都只是底部反转前的铺垫罢了。听到这里，如果你还有疑惑，那么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学习。如果是新朋友，可以在下方点赞并且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以后呢，我们会分享更多技术分析的内容，你可以一步一步从小白变成高手，可以一步一步跟着阿哲去学习。我们再来一个案例巩固一下，来看到这里，在市场当中出现了下跌，我们的 MACD 是处于水下的。MACD 处于水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波下跌已经持续了很久，不止你所看到的这一段行情，它前面应该已经跌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 MACD 才长时间在水下。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同样有出现了多次的水下的一个金叉？而很明显，这里出现了一波下跌，反弹再下跌，再反弹再创新低。这一个创新低的低点，它最好是在本阶段当中的最低点，也就是说，这一次它最好能够再创新低，而后发生衰竭。最后一波下跌，正常来说应该要创出前面的一波下跌反弹，再下跌再反弹的所有低点，这是最标准的一个价格衰竭行为。而我们会发现的是，下方的一个 MACD 能量柱，它也是由小变大，而后再变小。那么这一个结构当中啊，我们出现有一点点的瑕疵，它就是 MACD 中间的时候出现了略微的一个金叉。这个金叉呢，是因为价格异常的超跌后的反弹导致的，所以呢，它属于一个市场的一个杂波，也就是说是一个杂乱的信号。那么这种信号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消除。好，我们发现这个信号消除之后，它也是一个由小到大再到小的一个下跌的衰竭结构。好，这个衰竭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的是，同样它出现了一个价格转势行为。我们发现价格出现了收阳，突破了下降的趋势线。这趋势线呢，也是被验证过的，有一次反弹，也同样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效的压力，然后再次下跌。好，后续的反弹创出了这一个趋势线的新高啊，突破了。而后发现下方刚好是一个金叉，下方又刚好成交量出现倍量，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根阳线，转势的阳线。那么后续价格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出现了趋势性的上涨？而我们看 MACD 是不是也出现了由水下到水上，并且持续在水上？持续在水上，则代表着 MACD 所研究的两根均线，它持续的金叉，持续的趋势走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相对比较安全。这是我们所说的有关 MACD 的底部反转结构。你要关注两种现象，一种是下跌，它确实有衰竭的动作，但有衰竭不代表能够买，有衰竭它有可能会底位震荡。所以第二种呢，要明显出现多方进场的信号，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金叉，一个是价格突破下降趋势线，有转势的情况出现，这种叫右侧的确定性买点。买入之后，正常来讲，我们的防守位，要么呢你就以这一根下降的趋势线作为防守，要么就以这个买点的最低价作为你的防守。只要它不跌破不有效的以阴线跌破，那么很多时候你就可以持股待涨，做一波底部波段反转行情。好的，那么关于今天的 MACD 底部反转结构，也是我们的一个精讲视频的第4讲，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我们会在之后持续给大家去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记得点赞并订阅阿哲，我们以后更多精彩视频跟大家去好好的教学。今天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